我们在上部影片中做了一个 AA 电池的交流内阻量测仪，获得了相当不错的回响。然而，我们发现在众多的观众留言中有个共通的疑问，那就是难道要检测电池内阻就得用高贵的设备才能做吗？难道就没有其他简单的方法让一般人也能检测的吗？因为电池老化并不是只有单一固定的现象，举凡像是电压降低、容量衰退或甚至是内阻增加等等，这些都是老化的征兆之一。像是电压衰退这类的问题，我想还是直接用三用电表量测最简单直接，或是一般带有数字显示的充电器都能简单确认。而至于内阻的检测嘛，不瞒您说，还真有种方法值得一试。不过在那之前，我们还是先来模拟看看内阻在我们一般应用上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吧。这是一颗全新的镍氢电池，内阻我们就假设它是20毫欧姆好了。如果我们给它施加一个电流有点大的负载，因为内阻损耗的关系，负载分道的电压就会轻微的下降。而这时如果电池是有点老化的电池，因为内阻增加了，所以供电时的损耗就会更大，因此负载分道的电压又再更小了。也就是说，内阻越大，越害怕遇到大电流，因为损耗增加将会造成无法供应给负载足够的电压。因此，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特性来设计一个侦测内阻的装置。我们可以在电池两端加装 LED 作为指示灯，不过当然，因为一般红光 LED 的工作电压基本需要2伏，所以我们的电路就需要2颗电池串联才足够。为了电压太高时不要烧毁 LED， 所以我们还需要加装一个限流电阻。当使用低内阻的电池时，因为输出电压高， LED 就会有较高的亮度。反之，如果使用电池的内阻较大， LED 亮度就会衰减。因此，透过观察 LED 的亮度，我们就能判断电池的内阻是大还是小。为了帮大家节省时间，我们同样的已经将线路给连接好了。这个电路结构相当简单，这里是将2个电池串联后，并连一颗 0.5 欧姆电阻以抽取大电流，然后另外并连一路 LED 并加以限流，这样这个内阻检测器就基本完成啦。现在这边我们挑选了一些电池，也都已经先将它们充饱电，其中有几颗是在我们上次的测试中内阻和其他有较大差异的电池，另外有2颗全新的 Eneloop， 以及这2颗理论上状态良好的电池，我们都先确认它们的初始电压分别是 1.4 伏、1.4 伏、1.39 伏，以及这颗被我用暴力充放电循环搞到快坏的电池，大约 1.27 伏。再来是这些状态良好的电池，首先是全新的 Eneloop， 电压是 1.4 伏、1.4 伏、1.4 伏，以及 1.35 伏。我们先置入2颗全新的 Eneloop 电池，可以看见 LED 亮度非常明亮，对吧？再来，我们换上这2颗上次实验中内阻比较大的电池， LED 很明显就比较暗了，因此这就代表这个内阻检测器的确是可以检测出内阻差异的。不过这样我们怎么知道到底是哪颗电池有问题嘞？我们现在可以在电池组中置入一颗全新的 Eneloop， 另一颗使用待测电池，利用相对亮度比较，应该还是能排序出内阻大小的。举例来说，我们同样将待测电池先置入另一颗全新的 Eneloop， 先记得这个亮度，然后立即换成老化的 Eneloop， 亮度就看得出来有差了。因为这颗电池上次测到的 ACIR 大约是140毫欧姆，其实也不是说真的非常大，所以它还有一点基本的亮度。如果我们将待测电池换成这颗极度老化的电池，虽然也是充饱电，但插上后仍然是完全点不亮 LED。 我们看看它的静态电压，其实和这颗全新的电池也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插上全新电池 LED 就是很亮，放上这颗老电池 LED 就是不亮。
因为内阻过大，电流一上去，能量就全都耗在电池里啦，甚至还拖累了整个电池组的供电电压。正常来说，2颗电池串联，如果内阻正常，至少也会有2点多伏的电压。这也难怪人家说，内阻不同的电池千万不要混用。然而这样的电池是不是就没用该丢了呢？事实上，我们如果将它用在负载较小的地方，它还是能工作得很好的，而且效率还不低呢。所以从今天的结果来看，我们要用这样的装置来确认出内阻增大的电池，只要有正确的负载配置，大致上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而对于精确的内阻判断嘛，我想与其说要确认内阻到底是多少，我们更应该搞清楚的是负载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为它选择正确的电池。毕竟电池是储能装置，只要它没坏，而且选对应用，那即便内阻增大，它还是能一直为您工作下去的。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最后别忘了帮我们点赞订阅哦，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